耶稣说，不爱父母不能做门徒，违背孝道吗？试想一个家庭场景，妈妈正在餐桌前准备晚餐，儿子却说，妈，从今天开始我要跟随某位老师学习，但他说，如果我爱你胜过爱他，我就不能做他的学生，所以对不起了。你能想象这画面吗？妈妈手上的汤勺大概直接掉进锅里，然后眼睛睁大问，什么？你是说你不爱我？当耶稣说出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14章26节。很多人读到这里的反应就跟那个妈妈一样震惊，耶稣竟然说要不爱父母，这不就是跟孝道背道而驰吗？中国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，圣经也说要孝敬父母，那为什么耶稣似乎在唱反调？这段话像一把尖锐的刀，直接切进我们的文化核心。耶稣真的是要我们不孝吗？在犹太文化中，家庭是最核心的关系，爱父母是责任，也是荣耀。然而，耶稣的话语用了极端的表达方式，不爱，或甚至翻译成恨。其实，这是一种犹太式的夸张说法，用来强调比较的概念。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要跟随耶稣，他对耶稣的忠诚必须远远超过对家人或对自己生命的依恋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并不是教人去憎恨父母，而是告诉门徒，当信仰与家庭利益冲突时，必须选择以他为首。想象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父母希望他考上医学院，因为这代表稳定、体面、荣耀。可是他却深深热爱艺术，梦想成为一名画家。父母说，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必须听话。孩子心里却呐喊，可是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最后他必须做出选择，是满足父母的期待，还是走上自己相信的道路。这个拉扯就很像门徒的处境，当耶稣呼召他们时，他们必须放下渔网，离开父亲，去跟随他。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父母，而是因为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在呼唤。这里的矛盾就出现了。中国文化说孝顺第一，耶稣却说爱他要超过爱父母。听起来好像耶稣真的在违背孝道，但其实他是在提升孝道的层次。一，孝道的根源在于神。如果我们只看父母而不看神，就会让孝道变成一种人本中心的压力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父母之所以值得尊敬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来自创造主。当我们先爱神，就能更正确地爱父母。二，当孝道变成偶像，如果孝大到可以取代神，那孝就成了偶像。耶稣要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忠诚必须先归于神，这样孝道才不会走偏。三，看似矛盾，其实互补。圣经另一边说要孝敬父母，另一边却说要胜过父母爱主。这不是互相冲突，而是指我们爱父母必须以爱神为前提。我们可能都遇过类似的情况，你周日要去教会，但父母说今天全家出游，你不可以缺席。你想奉献支持宣教，父母却说钱应该先存起来结婚买房。你感受到神呼召你去全职服侍，但父母坚持那不实际，会饿死。这些场景不是因为我们不爱父母，
而是因为忠于信仰，必须面对谁在第一顺位的选择。耶稣的话正是针对这种挣扎。如果你把家人的期待放在第一位，你就很难真正跟随他。耶稣在同一段话里接着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14章27节。这把话拉到更深的层次，跟随耶稣不只是情感选择，而是生死选择。当忠于耶稣，必须准备好面对家人误解、社会压力，甚至生命威胁。在这里，孝道不是被取消，而是被提升。唯有爱神至上，我们才能在真正的自由里去爱家人，不再是被捆绑的爱，而是出于神的爱。有一位台湾青年，本来是科技公司工程师，父母引以为傲，他却在教会营会中清楚感受到神的呼召，要去偏乡当传道人。父母听了之后气得不行，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你却要去山上当没有出息的传道人，你不孝。这位青年痛哭，因为他很爱父母，不想让他们伤心，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应呼召，离开了安稳的职场。多年后，父母看到他在偏乡陪伴孩子，改变了许多生命，终于理解他所走的路不是叛逆，而是顺服更高的爱。父母的心也慢慢被信仰触动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呼召看似不孝，其实是更深的孝，因为他带领我们去完成生命更大的使命。耶稣的话并不是要我们拒绝父母，而是要我们在价值排序上先把它放在最前面。问题是，如果有一天父母的期待与耶稣的呼召冲突，你会怎么选？你能相信，当你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时，他也会帮助你用更深的爱去爱家人吗？要点总结：一、耶稣说不爱父母是一种夸张语法，意思是爱他必须超过一切。二、他不是反对孝道，而是提升孝道，把神放在源头位置。三、当信仰与家庭期望冲突时，门徒的呼召是先顺服神，再顺服人。四、真正的孝不是取悦父母，而是带领自己和家人进入神更大的爱。